如何用拳头炸毁正在飞行的轰炸机。首先一刀切断手腕，然后对准空中的轰炸机，再复原再生，让新生的拳头将原本的拳头顶出去，飞出去的拳头就能作为炮弹将轰炸机炸毁。你学废了吗？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死的男人，而这是一个只会给他人带来不幸的少女。那一天，他们相遇了。为了躲避超能力组织的追杀，两人决定打不过就加入，但组织的席位是有限的，只能先杀掉2个，再作为替补加入进去。不久前，安迪和疯子已经干掉1个了，接下来他们要前往俄罗斯找到另一个组织成员，结果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敌人的追杀，把敌人的轰炸机干掉之后，疯子天真的问：“他们这样就能加入组织了吗？”安迪无情的告诉他，要先杀了有徽章的家伙才行，也就是之前交手过那2人身上的金色符号。除了那2人之外，安迪还知道另外3人。第一个是他偷走这把不坏之刃的制作者不坏，第3个是50年前抓住他会知道看不见的屏障的女人。如果这次在俄罗斯的是这个女人，将会对安迪非常不利，所以趁这个时间要好好研究一下疯子的能力。疯子下意识的以为这小子要做色色的事情，赶紧表示如果他强迫自己的话，自己对他的好感度就永远不会改变了。结果话音刚落，他们的船就遭到了猛烈撞击，船被撞成2半，安迪和疯子双双落入海中。疯子的脚被船只碎片卡住，已经昏了过去。安迪将自己切断的手臂塞了进去，然后一口气再生，直接将碎片顶开，带着疯子游了上去。两人回到另一半浮在海面上的船。等疯子醒来后，安迪让他跟自己一起摆出法国军礼，敌人的飞机就悬在他们的上空，问安迪是不是打算投降。安迪嘴上回答是，但其实只是在争取时间。他想知道疯子的不幸到底能否控制。根据他的观察，疯子的不幸全是利用周遭事物产生的现象。然而在剪头发时的落雷和亲脸颊时的陨石，却都是强行将远方的东西拉过来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？那是因为剪头发和亲脸颊对于疯子来说是极具价值的行为，而当时他的身边却没有产生同等价值的不幸素材，所以这次他找到了即将发生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幸来源了。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直到疯子发现自己的内衣跑到上面去了，安迪才告诉他自己刚刚对他使用了心肺复苏术，内衣他碍事了，他就给他扒拉到上面去了。做完了，看疯子还没醒过来，就干脆又人工呼吸了一下，下一秒海底火山喷发，直接把他给崩了出去，刚好飞到了幸存那架飞机上。安迪立刻拔刀干掉了飞行员，这架飞机就归他们所有了。安全之后，安迪可以接着研究疯子身上的不幸，之后只要能先找到不幸的来源，并掌握由接触所引发这种来源的感觉，疯子的不幸就可以成为他们对抗敌人的武器。就这样，他们继续朝贝加尔湖进发，没想到还没到地方，飞机突然开始爆炸倒数，大概是被敌人给发现了。安迪干脆利落地打开驾驶舱，抱着疯子弹射了出去。只是这么高的距离，想安然落地根本就不可能。安迪便使出了自己在佣兵时代学会的5点着地法，首先是脚底，然后是小腿外侧，接着是臀部、背部，不管了，总之以上部位尽数骨折。好在疯子安然无恙，而他们坠落的地方刚好是贝加尔湖湖畔，组织的人就是来这里调查 UMA 的。此前18年来没有出国的疯子看到这幅美景顿时激动不已，安迪便贴心的让他去观光一下，反正这里可是著名景点，组织的人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。他将疯子留在了这里，让他好好享受旅行，自己去找以前的战友过来，情况紧急时可以拜托他们帮忙打掩护。可他忘了，以疯子的体质怎么可能专心享受呢？看见这个美少女高中生了吗？其实他已经66岁了。疯子远离观光游客之后，误打误撞来到了一片写生地，那里只有一个少女在写生。一看到疯子端儿的面孔，瞬间激动了起来。得知他是日本人后，就更兴奋了，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日本的女高中生制服。很明显，这个小姐姐是个超热情的自来熟，不管疯子愿不愿意，就直接推给他另一幅画板，邀请他和自己一起写生。疯子实在无法拒绝这种热情，就干脆跟妹子一起画了起来。不知不觉，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两人画的也差不多快要大功告成。妹子突然问疯子喜欢会变的东西还是不变的东西，他就喜欢不会变的东西，可以不受任何人约束，也不随波逐流，这也是他喜欢画画的原因。疯子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么深刻的问题，就说要先想一下。转眼间到了晚上，湖边已经没有游客，只剩他们2人了。疯子有些羞涩地让小姐妹看了一下自己的写生，他在孤零零的月亮旁边添加了一些闪闪发亮的星星，这样月亮就不会再寂寞了。至于刚刚女生问他的那个问题，他也想到了答案。一直以来，他都因为无法改变而痛苦，甚至想过要寻死。但前几天他遇见了一个人，虽然那个人无比乱来，可正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，
自己今天则能在这里和新识的小姐妹一起画画，让她意识到改变也是一件很棒的事。这番话不仅没让那个女生动容，反而引起了她的愤怒。面前的贝加尔湖土声一变，美少女跟随水面缓缓升了起来。好在关键时刻，安迪也赶了回来，冲上去对着妹子进行了一招拔刀斩，却被屏障挡了回去。没错，这个女人就是50年前抓住了安迪的吉娜，而吉娜已经是一个66岁的老太婆了，所以安迪一上来就嘲讽她的妆越来越厚。话音刚落，吉娜眼角的粉底就掉了一块，她脚下的水流凭空生成了台阶，强忍的怒意快步走了下去。知道这类人是想杀了自己加入组织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开战吧。不过疯子一句话就把他夸得心花怒放，你真的是50年前抓住安迪的人吗？明明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呀。当然，这都多亏了组织的抗衰老技术。安迪刚想告诉疯子这是个老太婆，下巴就被吉娜控制无法张开。吉娜表示自己可是永远的16岁，然后一把握拳，安迪的手就挥着刀把自己的脸皮砍掉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吉娜竟然想跟那张脸来个亲亲，这口味多少有点重了。不愧是66岁的女高中生。可惜安迪立刻再生了脸皮，原来那张脸皮就立刻消散了。就在这时，吉娜突然向疯子宣战，表示先喜欢上安迪的人可是自己。说着就讲起了50年前他跟安迪相遇的故事，那是狩猎者与被狩猎者悲剧的邂逅。他本来想邀请安迪加入组织的，可当时的席位已经满了，吉娜只能满怀愧疚地向安迪道歉。安迪却说反正自己已经败给他了，这也没办法嘛，更何况这里能体验各种死法，等他玩够了就会离开。还和吉娜约定，到时候他们可以再打一场，下次一定会赢过他。从那之后，吉娜觉得安迪情根深重，结果10年后安迪一声招呼没打就逃跑了，之后的40年也完全没有消息。直到4天前遇到了疯子，两人开始大闹特闹，再一次引起了组织的关注。现在他们可以兑现当年的承诺了，再战一场。安迪先丢了一枚闪光弹弹到吉娜脚边，在他视线被扰乱的同时，手握刀柄急速冲上去，结果还是被屏障给挡了下来。紧接着屏障化成的大手一巴掌拍了下来，幸好安迪躲得快。疯子赶紧问安迪找到的帮手在哪里，却得知人已经完全死亡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他已经改订别的酒店办庆功宴了。而且在刚刚的交手中，他已经确认了吉娜能力的几条规则：第一是湖水的固定化，第二将其抬起的念动力，第三制造看不见的障碍和阶梯的招式。现在最关键的是得弄清楚他否定的是什么。他一边躲避吉娜的攻击，一边大脑飞速运转，同时将自己的身体各个部位当成炮弹发射出去。虽然都被屏障给挡了下来，而因为疯子紧紧地贴着他，本来能够躲开的攻击他也会躲不开，被削去双腿后落到了地面。安迪这患得患失的战斗方式引起了吉娜的不满，他想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，怒斥疯子怎么直接没死在海上。结果就听见安迪发表宣言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在我死之前我绝不会让她死的。这句话瞬间点燃了小迷妹的怒火，殊不知安迪此时已经知道他否定的是什么了，说完后就吞下一个手雷，把自己的头削掉弹射了出去。安迪的头在空中炸成了一朵烟花，鲜血像暴雨一样倾泻下来。紧接着一颗大火球急速坠落，原来安娜否定的是物体的形状变化，刚才那些看不见的攻击否定的就是空气的变化，但是那些在血泊中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没错，吉娜的能力是不变，而这份能力只要靠安迪的不死是无法对抗的，所以就需要疯子的不幸了。他让疯子尽可能的增加接触面积，疯子干脆把胸部也贴了上去。这个举动让吉娜醋性大发，手中的帽子宛如风火轮一般转了起来，又操纵空气朝安迪劈了过去。安迪直接砍掉自己的双腿，弹射到空中，不停的躲避那些攻击。躲开攻击对他来说不难，问题在于该怎么突破那个无敌的空气屏障。这时疯子发现了盲点，疯子明明拥有无敌屏障，为什么呢生气却还是在快步走？他直接跑过来不就行了吗？他的话让安迪成功发现了突破口，接下来就是找到不幸的来源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就突然撞到什么东西掉了下去。没错，上空其实藏着某个东西。吉娜这次过来是为了调查 UMA 的，她提前在贝加尔湖设下了陷阱，现在为了抓住安迪，却不得不提前用上。随着黑暗逐渐退去，空中出现了一座漂浮着的岛屿。吉娜一边向安迪诉说自己对他的感情，一边朝他们走了过去。下一秒速度突然加快，安迪立刻挥刀抵挡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小腿突然断裂，并节节飞了出去。正躲避吉娜那些远程攻击的同时，悄悄告诉疯子，那个屏障在吉娜脚边有个洞，只要他能钻进那个洞，应该就能靠积累到现在的不幸将他打倒。但是那个洞非常小，唯一能进去的就是头了。此时安迪已经用自己的鲜血将壁障完全包裹，将自己的刀递给了疯子。疯子用刀将壁障挑起，露出洞口，抓起安迪的头就扔了进去。与此同时发动了不幸，吉娜抱着安迪的头舍不得松手，而安迪已经知道这障壁的真面目就是空气，光线是可以穿透的。说完后，空中的不明飞行物突然打开，朝那颗头射了一道光线攻击，最后安迪的头和吉娜同归于尽。当然
头是可以复原的，吉娜却无法再生了。不过在生命的尽头，能和心爱之人来上这么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，他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临死之际才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有改变，原来像疯子所说，改变是那么美妙的事情。说完后，他捂上脸，不想让自己衰老的模样被安迪看见。安迪却上前和他十指相扣，告诉他皱纹的多寡是改变不了他的魅力的。而吉娜也心满意足的和心上人接了最后一吻。